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 Ash 的 Witch。那今天呢，这条影片呢，我们想带大家看一下，说接下来出现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贵人是谁？那他能帮助到我们哪些部分？OK，所以我们可能主要看的就是这个人他具体是什么样，然后能帮到我们什么东西哈。那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这个频道呢，我叫 Ash 的 Witch。我们这个频道呢是用塔罗牌还有我的一些直觉，然后来帮助大家解决一些灵性成长上面的问题呀，或者帮大家做一些简单的预测。我们这个频道呢是一个双语频道，所以所有的中文视频呢都会配上英文字幕，那英文视频呢也都会配上中文字幕，所以大家可以共同观看。OK， 那我呢平时也在接一些私占的工作，如果大家想要跟我预约私占的话呢，可以在这条视频的底下找到我们的那个邮箱，然后大家可以直接发邮件给我，或者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给我，那我们呢会去对大家进行跟进。不过呢，需要跟大家提醒一下的，就是我们所接的私占呢是只通过邮件，然后结束之后呢，我们是用文字的方式或者视频的方式录播，然后发给大家，所以我们不会接受这种就是在线的直接的这种电话式的咨询哈。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我会非常乐意能够帮助到大家。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呢给大家的4个选项。第一个呢是 Citrine， 对吧？大家看到的是一个黄水晶，然后它的信息呢写的是 Bring in the light。OK， 第二组呢，我们给到大家的呢是 Lapis Lazuli，OK， 这个叫青金石哈，然后它的选项呢是 Make a decision，OK， 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第三组呢，我们给到大家的呢是 Set strong boundaries，OK。第四组呢，我们给到大家的呢是 Recall your dreams，OK， 这是第四组的牌面哈。OK，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的4个选项啦，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最吸引自己的一组。我们今天的问题呢是关于谁会是我接下来生命当中的贵人，他会在我生命当中的什么层面帮助到我们。OK， 那在大家选好之后呢，就可以在我们这条影片的描述栏当中找到相应的牌组的时间戳，然后就可以开始听取我的解读啦。那我们今天的这4组选项呢，大家其实也可以选2组或者3组，如果你觉得他们都有吸引到你的话。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就注意我们的信息呢是你要从不同的牌组当中去汲取自己最需要的信息，然后根据自己的生活情况，然后做出一些调整。OK，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马上就开始进入我们今天的解读喽。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选择第1组的朋友们哈，这条呢是关于接下来你生命当中会遇到什么样的贵人，那这个贵人能帮助到你哪些部分？那首先呢，咱们抽到的是这个黄水晶，它写的是 Bringing the light，OK， 所以已经有一个就是要把光带进你生命的感觉了，这个能量已经开始读取到了。我们先来看一下你们的神谕卡有什么信息给到我们哈。首先呢，我们是蹦出来了2张这个花语卡哈，我们抽到的一张呢是桃子，还有一张呢是 Brodia，OK， 这2张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桃子呢，我们得到的是一种非常有魅力的感觉，所以我感觉可能有一点像恋人的感觉，已经感觉到有恋爱的那个气息了。因为桃子跟这个 Brodia 它都是讲一种就是非常有好感的一种气质。那我们也能看到这个粉色跟紫色的能量，其实它也是关于我们最顶轮跟最底轮的2个就是天地之间的链接，所以我觉得可能有一种非常亲密的灵性关系的感觉。 OK， 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 Magic， OK， 所以可能这个亲密关系能给到我们一些就是关于灵性上面的启发，对吧？然后呢，我们还有这个 Make it Gods， OK， 他说的呢是我们要把这个把它变成神所给我们的东西哈。Release the idea of my as soon as you start to say the money, the relationship, the job, freedom arrives. When there is no grasping, the right actions get shown. Okay, free me from the prison of my dear Lord. OK， 所以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可能我们现在有一些能量，这个能量呢是能够让我们觉得说我们好像很多东西都是需要我要得到我自己的东西，好像这个归属感哈，到底
这个东西它是我花了钱了，它就应该是属于我的，对不对？那我要给它什么？就是我好像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归属感的划分。但这张牌的意思呢，就是要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去打破这个归属感的划分。很多时候很多东西它不是这种就是直接的说，它给我们它就是归属于我们的，而我们有的时候是需要去客观的去看待这个东西。比如说我的钱，我把它变成钱，对吧？就去掉我的这两个字的时候，可能你能够更轻松的生活。所以这个里面有一个能量，就是感觉到，我感觉首先是亲密关系相关的，亲密关系跟灵性成长相关的，这个人能够帮助到你的部分。那在这个地方呢，他需要你去成长的部分是什么呢？可能就是你一直以来对感情的控制欲，对亲密关系的控制欲，或者在灵性上面，不够非常的能够去理解这个所谓的世界，或者说宇宙给我们的一些指引，它其实是一个共同体的意识。可能你没有办法理解到这个共同体共生的这么一个概念，那可能这个人呢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部分的东西。有的时候很多东西，我觉得你们这一波人呢可能是比较理性的人群，所以你们可能比较容易用自己的逻辑去思维一些事情。那这个贵人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他能帮助到你的部分呢，可能就是帮你去打破这个逻辑的枷锁，可能让你能够看到更多这个世界它其实背后有很多我们看似无关的东西，其实它是连接在一起，帮助我们在运作的。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因为我们说所谓的高维投射到低维的状况，就是你能看到一些高维的东西，但是你只能看到局部一部分嘛。但这两个东西有时候联动，你可能觉得它无关，但事实上它其实背后是有关，它其实就是同一个事情。那这个人呢能帮助到你，帮助你看到这些东西哈。那后面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 frog step into your power, don't take a back seat in your story, it's time to step up. OK， 所以这个呢也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去让自己能够更勇敢的向前进。OK， 是时候我们去前行，去认识到自己的能量跟力量了。所以可能还是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一组的朋友们，你们可能更多的能量其实还是源自于我们讲的这个，其实你们是有魔法的力量的，你们也有很多灵性的力量，只不过这个灵性的力量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可能被你们的理性束缚了。那这个人呢，他可能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是帮助你们去打开这个枷锁，让你意识到其实你有很强的显化能力。很多时候你不以为然的一些链接，其实它背后是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存在的。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塔罗牌有什么样的指引哈。首先呢，我们拿到的是审判 ，OK， 然后呢，我们看到的是 Page of Cups， OK， 圣杯侍从，权杖10 ，OK， 然后呢，还有宝剑国王 ，OK。我们看完所有的塔罗牌再帮大家解读哈。然后呢是圣杯1，星币5，死神，还有星币4。OK， 那这组牌的能量呢，我能得到什么啊？就首先那个审判跟死神这两张牌呢，我能很明确的感觉到你们现在正在一个非常剧烈的蜕变的时期。那这个蜕变的时期呢，其实对于我们来说还蛮重要的。因为有一个非常剧烈的人生当中的变动，我能感觉到，所以接下来的这个贵人他会出现的时机呢，可能更多的是这种在你的生命当中遇到一些就是大的改变跟剧烈的变化的时候，它可能会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那它会怎么帮助你呢？它会帮助你的形式就是像这个天使在吹喇叭让那个死去的人复活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经历了死神，你们现在要经历的可能就是在这个剧烈的转化当中拉你一把的那个人，然后让你能够从这个当中出来的人。但是你们注意哦，他是用的喇叭嘛，所以他其实这个叫醒的动作，我个人觉得并不是说实际给你钱呢或者怎么样，而更多的像是在困难当中把你叫醒，然后给你一些非常实用的帮助。这些实用的建议或者帮助可能更多的是语言跟声音这种文字型的帮助。所以这个部分可能是大家需要去注意一下的。接下来要来的贵人可能是这方面会给你提供一些帮助。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里面的人物牌，它很明确的告诉我们说这个贵人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哈。
那首先呢，我们能够很明确的看到是一个宝剑国王，一个是圣杯的侍从，这两张牌啊，其实是非常具有两面性的。也就是说呢，宝剑国王其实是一个非常杀伐果断，然后非常具有判断力，然后也非常就是很勇于去做一些切割，或者很勇于去做决定的一个人。但是圣杯侍从呢，他其实是一个比较弱的一个状态，很温柔，然后也很天真，很可爱。所以我觉得在接下来你的生命当中出现的这个贵人，可能他会同时具备这两方面的特征。一方面呢，他非常的，嗯。他非常的杀伐果断，他非常的有主见，也非常的具有判断力。但是另一方面呢，他又能够展现出一些非常孩子气的部分，而这个孩子气的部分是你觉得非常喜欢的地方，而同时他又非常的谦逊，愿意学习很多新的知识跟新的领域。对，然后呢，嗯。我们能够看到这里有一个那个权杖十，这个权杖十，我觉得是在说什么？它可能更多的是说，这个人本身呢、因为他刚好出现在这两张牌中间，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就是将会出现在你生命当中的这位贵人呢，他可能更多的是会有一个负重前行的感觉，因为大家都很相信他，大家都很信任他，所以他身上有非常多的这个信念的枷锁，就是很多人愿意把自己的信念投射给这个人，愿意看这个人帮助自己去实现这些愿望。所以呢，他其实心理上面来说还是压力蛮大的，可能也就是因为他其实内心是一个比较善良、天真、可爱的孩子，可是因为这些压力让他不得不变成这么一个就是比较杀伐果断的人。OK，所以这个呢是我能读到的跟这个人相关的一些信息。那我们说它能帮助到你什么？其实我们能看到很多跟圣杯相关的牌。那所以还有这里，其实我也能感觉到是亲密关系，是伴侣，包括这里我也得到了亲密关系跟伴侣的信息。所以整体来说是什么情况呢？我个人觉得可能这个人他会在你因为亲密关系的破裂，或者因为一些亲密关系，就是我能感觉到哈，首先。会有一个就是在某一段亲密关系当中，你们因为金钱或者物质，然后而产生了一些分歧，或者说因为金钱而物质导致的亲密关系的状态的剧烈的变化，或者说是分手啊，或者说是大吵一架啊什么这样的情况，然后导致呢你们其实对亲密关系和对于这种感情上面的付出越来越畏惧了，越来越恐惧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人他会出现给你很多很实用的建议，然后能够帮助你走出这个困境当中吧。而这个人同时呢，他又不是这种就是只给你理性的建议的人，他也可以给你很多感性的，可以跟你共情，在这个共情的基础上去给你建议。所以其实我们说这个人他能给到你的帮助，并不是这种，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你陷入在一个感情当中，你可能更多的是想说，哎呀天呐，这个人不理我，我要怎么样才能让他喜欢我？你会陷入到这个情绪的漩涡当中。但是这个人呢，他能给到你的帮助，不是只是叫醒你说冷静一点，冷静一点，清晰一点，而是他会给你更多的信息，他会跟你一边共情，然后一边帮助你去从这个就是比较紧张的关系当中走出来吧。当然，其实这个部分我虽然读到这边虽然读到了亲密关系，但是从这个星币五这张牌里面，我并没有得到，其实它并不是指单纯的亲密关系，它也有可能是这种比较亲密的朋友啊，或者像是家人之类的这种关系，也有可能是你们现在正在遇到的问题哈。所以呢，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给第一组的朋友们做的一个简单的解读。你们会遇到，你们接下来的生命当中会遇到什么样的贵人呢？你们会遇到的这个贵人会给你们什么样的帮助，对吧？那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呢，就是我们会遇到的贵人是一个非常聪明、非常睿智，而且他也能够有很强的这种决断力，很理性。外表看起来很理性，但是内心呢，同时又能够非常的柔软、非常的感性、非常去喜欢跟人共情的这么一个人。但同时呢，大家也都相信他，愿意把自己的信仰托付给他，让他去帮助大家去前行，这样。但是他自己虽然压力很大哈，那你呢会在自己的亲密关系，不管是爱情关系还是朋友关系，遇到一个危机，而且这个危机大概率是因为金钱而产生的这个危机的情况下呢，这个人会通过给你一些建议，而让你走出这样的一个困境，那就是很清晰的一个信息哈。同时呢，我能得到说这个人他更多的能量可能是来自于我们讲土星的能量吧。OK，可能土象星座会比较多一些，所以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下这方面的信息。
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选择第一组的朋友们的解读啦。希望我的解读有帮助到大家。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给我点赞，也不要忘记订阅，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不要错过我们的每一次更新。那同时呢，最后我还要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就是我们也在接受一些私占的服务。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在这条视频的描述栏当中找到我们的私占的那个邮箱，大家可以发邮箱给我，然后我呢会在之后联系大家。那我们的私占呢会以邮件，然后文字的形式，或者呢我可以录一个视频给你，然后针对你的问题做一个解读，但是我们不接受这种就是电话上面的这种对谈式的占卜哈，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谅解。如果大家没有问题的话呢，我非常愿意也乐意去帮助大家。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第一组同学的解读啦，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Hello，第二组的朋友们，大家好。那今天这条影片呢，是来看你接下来会遇见什么样的贵人。那这个贵人呢，会在什么方面帮助到我们？大家抽到的呢是青金石，然后这个青金石的信息呢是做一个决定 ，make a decision。所以大家现在可能正在经历一些做决定的过程哈。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神谕卡会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OK。首先呢，我们拿到的是桂花 ，OK， 他说的呢是谦逊，然后比较怎么讲，心气儿比较高的这种感觉的人吧 ，OK， 就是一种桂花的能量哈，所以桂花我们也说也可以象征贵人嘛，所以其实在这里我觉得很明确的是，接下来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个贵人，而这个贵人很有可能跟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个决定相关。我们再来看一下 resourcefulness，OK， 那这个贵人很明确的是他能在金钱上面帮助到我们，或者物质上面帮助到我们，应该怎么讲资源吧，就不管是人脉资源呢，还是经济资源哈，就是一些非常实用的东西。然后呢，我们有 striving， 对，非常准确的信息啊，这两个信息对的非常的精准。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信息啊，他说的是 eventually the individual ego's drive to make things happen falls away, replaced with a relaxed, trusting openness to answers as they arise. Thank you, Divine, for letting me move with the flow.OK， 这个 striving 是什么意思呢？ striving 的意思其实在这里也是告诉大家，就是一种努力在生存的感觉。那生存我们需要什么呢？生存需要的是资源，对吧？所以我觉得他的信息其实很明确，在跟我们讲说，我们接下来要遇到的这个人呢，他会给我们带来的东西更多的像是一些物质上面的东西。所以如果大家现在是在做生意啊，或者说是在搞一些新的项目啊，我觉得还蛮好的一个信息啊，接下来大家可能会遇到一个在这个方面能够帮助到我们非常多的人物。OK， 我们呢来看一下最后一张 Panther Protection。OK，Consider who you allow to take your energy and who you give it away to freely。那这个信息是什么意思呢？这个 Panther 的信息，我在这里得到的更多的呢，其实像是感觉说这个贵人他出现在你们应该是那种很容易吸引贵人的人，所以其实你们的生命当中应该不止这一个贵人，但是呢，有一些贵人其实他并不是真的贵人，所以你们要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判断出正确的贵人，并且能够最合理的利用它，可能是你们接下来要面对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 Panther 这张牌呢，也是我觉得它有一个动物的直觉感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可能你们更多的方法呢，是通过你们自己的直觉跟这个人接触的时候，你喜不喜欢这个人，这个人他是不是你觉得可以把这个项目交付给他的人，或者说你是不是觉得这个人他就是你的贵人，就你跟他在一起相处的时候，那个直觉感觉是不是舒服的？因为有的时候像猎豹这种黑豹这种的，就是它会有这种猎物跟猎手之间的这种关系，就是它有一种很明确的这种直觉上面的危险或者直觉上面的欲望。那如果是遇到这种感觉的话，那这个人可能就是需要大家远离一下的。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这个能量，因为你们真的很容易吸引人哈，你们其实是很有魅力的一群人。包括这个桂花其实也在展现我们这样，大家都喜欢桂花，桂花香气非常的好闻，所以你能吸引来很多人。可是这些人里面肯定有你的贵人，但是你要小心的去做一个筛选，这样。OK， 我们来看一下塔罗牌给我们的信息哈。首先呢，我们得到的是圣杯10，然后呢是星币6 ，OK， 然后还有星币5，最后呢还有圣杯10
OK，我感觉到还蛮强的金牛座的能量，所以，金牛座跟双鱼座吧。OK，所以这个人呢，他很有可能要么是金牛座的，要么是双鱼座的。那我们从这张就是星币6这张牌上面也能看出来，这个人应该是会在你经济比较危机的时候会给你一些帮助的人，所以可能是投资者或者什么的哈。其实这几张牌，我觉得信息已经还相对来说还蛮明确的了，就是这样哈。这2张我们能看到你们非常有想法，然后呢，同时呢，你们也有很多的创意，你们在就是意见上面来说也非常具有掌控权，也就是说周围有很多人，其实你有很多想法，周围的人也愿意听你的想法，你的意见非常的具有煽动性，大家非常相信你，但是呢，你们又不是这种非常有经济基础的人，所以当你们想创业或者当你们想做什么项目的时候，其实钱对于你们来说永远是最缺的东西。但是这个贵人呢，他能给你做的就是在创业的这个项目里面可能会给你一些钱，给你一些物质上面的支持。这个信息其实非常的明确，在现阶段我们已经可以很明确的看出来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那就是而且你们本身也是一个可能正在做自己新的创业项目，然后也有可能是说因为这个项目其实你们有很多想法，你们想法也都很好，大家也都很愿意 follow， 但问题就是差钱，那这个人可以给你补足这个部分。而且他不会跟你要特别多，明白？他不会跟你说啊，我要跟你分这么多成，然后我需要你在这个经营项目上面做一些修正什么的，没有这方面的东西。OK， 然后我们还看到了宝剑5、宝剑4，OK，星币骑士，然后还有宝剑3。那上面一排呢，其实我能看到这个上面一排这4张牌，其实它显示的都是比较正面的信息，但是下面这4张牌可能显示的是比较负面的信息。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能量呢？其实我个人觉得可能是因为你们现在正在做的这个规定，正在做的这个决定，或者说你们现在正尝试在创业的这个项目，比如说你们现在要融资，你们现在需要人来支持你们做这个事情，你们现在需要有人给你更多的预算等等这一系列的事情，它会给你的心里面带来很大的压力。就是这3张牌其实它都是关于心里面带来的压力的。OK， 这3张牌都是心里面带来的压力的，尤其是这张牌哈，宝剑5呢，它的封面，它的这个牌面感觉好像是有一个人是胜利的，但事实上其实并不是这样，就是因为你看他虽然胜利，但是他的对手也都离他远去了，所以其实我反而觉得这个牌它是一种就是孰胜孰负其实没有那么明确的区分的感觉。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就是你们在这件事情，就是在你们现在在做的这件事情上面，其实没有必要有太强的得失心，因为很多时候你可能会把对方想的太多，就对方其实他就是单纯的想要看你这个项目做成是什么样，但是你就觉得说，那如果他不给我这个投资的话，我是不是就输了等等这样的问题哈。所以我觉得其实这组的朋友们，你们现在大多数的压力其实是来自于说，你们对这个项目的看法是什么？你们是不是真的愿意投钱到这个？就是你们是不是真的愿意去试着说出你们自己现在想要做的这个项目。因为很多时候有些人他会在心里面想说，反正我这个东西没有人愿意投或者怎么样，我索性就不说了，我索性就不找了。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个不是非常好的状态。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其实我是从这个星币骑士的牌的能量当中看出来的，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停滞的能量。那因为你停止在这里，你其实尤其是在钱方面，你不是很勇敢的去跟别人要钱，不是很勇敢的去跟别人说，所以这个时候你们可能更多的停在自己脑子里面，因为你们有很强的停在自己脑内的能量哈。比如像这张牌跟这张牌显示的，你因为在自己的脑子里面想出很多很美好的东西，可是这个东西没办法实现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利剑，然后刺向躺在床上的你。所以你们的想法都很好，然后你们想要投资，想要有贵人来帮助你们，这个事情也是 OK 的，但是你们要说出来，你们要让大家知道你需要投资，然后你需要什么样的投资，自然而然的就会有人来帮你了。所以这一组牌呢，我这边得到的信息就是大家其实是有贵人的，而且这个贵人其实他能很明确很直接的给到你想要的东西，并不是说他不会在你这边给你特别多的协商，比如说我要你这边也付出一些什么东西啊，基本上你能提出的要求他都可以满足你，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贵人。那我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而且他给你的不光是金钱上面的帮助，他能给你很多比如说人脉上面啊机会上面的资源，所以都非常的好。那现在唯一的信息就是大家可能需要去注意一下，要怎么样去判断什么样的人才是真的能给到你这些东西的人。所以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可能有很多人愿意投你的项目，
make a decision 嘛，对吧？很多人愿意投你的项目，因为你们本身非常吸引人，你们的想法也非常吸引人。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们可能现在经历了很多选项，它都是说，哦，我愿意投你的资，但是你需要满足我们哪些条件，而这些条件你其实是心里有一些怀疑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就不建议大家盲目的去接受这些人的投资，反而大家可以试着想想，有没有什么你们可以再等等，然后再找找看说，因为后面一定从这个盘面上面来看的话，你们是一定能吸引来这种非常符合你们需求的投资人的。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在给第二组的朋友们得到的一些信息。所以大家如果觉得我们今天这个解读有帮助到大家的话呢，别忘了给我点赞，也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那别忘了打开小铃铛，不会错过我们每次的更新。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第二组会遇到什么样的贵人，他会在什么上面帮助到你们。那第二组这个牌面我觉得就是很明确的，就是我们一般意义上面说的那个贵人，他就会来，OK， 所以会帮助到我们。所以大家可能更需要的是再多多筛选，多多等一下， OK， 是你的就是你的，它是一定会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的。 OK， 那同时呢，我还想最后再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个是一个怎么讲大众占卜，所以它的那个准确度是有限的。如果大家需要一些更精准的信息的话，也可以向我来这边预约一些私占跟个占。那这个私占跟个占呢，大家可以在我们这条视频的描述栏当中找到我的邮箱，发邮件给我就可以了。也可以呢在评论区留下我要私占，然后这样呢我们就会找到你，然后跟你直接取得联系。那我们的私占的方式呢，会用邮件，然后发送文字或者是影片的方式给到大家。那我们不会用这种直播的连线方式跟大家做私占哈，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谅解。如果大家可以接受这样的形式的话呢，我是非常乐意能够帮助到大家的。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第二组的朋友们需要的信息啦。希望我们的信息有帮助到你们。那也希望呢，大家能够很快的找到自己的贵人，在自己的事业上面呢取得成功。那今天就是这样啦，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好的，选择第三组的朋友们，今天我们要帮您看一下，就是接下来你的生命当中会遇到什么样的贵人，而这个贵人又会怎么样的帮助到大家。那我们选择的这个牌呢是这样一颗矿石哈，然后它的信息呢是 set strong boundaries， OK， 建立一个非常明确的强大的边界感。OK，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神谕卡，首先哈 OK， 首先呢我们得到的花语卡呢是桔梗，然后它的信息呢是永远的爱、诚实、清楚和顺从。OK， 那这个呢可能更多的是我觉得可能这个能量有一点像是在表达一种我现在其实不是非常的准确对这个能量的感知。那我们先看一下别的牌吧，好吧，一起来看一下这个能量到底是意味着什么。OK， subdue， OK， 也是一种隐忍的能量。OK， 这里也是一个隐忍的能量哈。我们看一下这个 Wild Offering 给我们什么 Gratitude， 感谢。 OK， 我们看一下它的信息，他说 Find just one thing that you feel grateful for right now and let that gratitude pour through your body. It's a healing balm, like the warmth of the sun. 可能是说你们现在有很多事情在你们的生命当中正在发生，然后你们可能有一些怀疑，有一些失落。那这个时候呢，这个牌面告诉你的信息呢，就是你们可能现在需要停下来，发现只要你们在生命当中能找到一件事情是你们值得感恩的，你们就可以试着让这个感恩去引导它充满你们的身体。这个其实可以帮助你们疗愈到你们自己的状态。所以我感觉你们这一组的朋友们其实是属于那种非常隐忍，然后有很多事情你们其实不是很愿意去直说，或者即便你们觉得错了，你们也不愿意去讲出来的。那接下来这个贵人可能会在这个方面能够给你们一些帮助。得到的这个呢也是Starfish， 然后它的信息呢是 Intuition， 是直觉，然后它下面写的呢是 Listen to your soul's truth, think less, feel more。 OK， 所以它更多的呢是觉得你们这组朋友们可能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怎么讲？你们会用理性跟逻辑去判断一些事情。那这个理性跟逻辑判断事情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你明明觉得这个人他不会给你很舒服的感觉，可是你觉得理性上面他能帮助到你，或者你觉得理性上面这个人是 OK 的，他说的话是对的，那我就愿意去在这个层面上面去顺从他。他即便做一些让我不舒服的事情，我也忍着。你们可能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你们觉得对呀，这个事情逻辑上面、理性上面思维它就是好的呀，对吧？所以我没有道理去拒绝他。你们有这样
样的一个倾向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会逼着你去遵循一些人的想法，然后去试着去顺从别人，所以很强的这种顺从的能量，对，然后隐忍这样的能量，让你们觉得其实反而你们应该感恩的东西，你们却不觉得它是值得感恩的了，所以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奇怪的flow 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从塔罗牌来看一下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然后他要怎么样帮我们哈。首先呢，我们拿到的是宝剑骑士，然后还有星币10 ，OK， 宝剑6，还有我们的世界牌 ，OK， 首先我觉得这个人他是一个非常风风火火、很干练的人了，而且他其实，这个东西不好讲，因为我这边得到的信息呢，我看到很多就是跟自然有关的能量。那这个自然的能量其实给我的信息更多的像是，因为自然界，比如像生物链呐，或者植物跟动物之间的关系，被吃跟吃与被吃的这种关系里面，其实很多时候你很难说，就吃人的就是坏的，然后被吃的就是好的。所以，它这个能量更多的可能像是说，它成为一个整体，只要它能整体在一个大的自然环境里面运行起来，让这个自然环境运行起来，它就是互相有帮助的。所以这个人呢，我个人感觉他是属于这种亦正亦邪的感觉，就是你一开始看到他，你可能觉得他不是什么好人，但实际上你跟他接触之后，你会发现，他的不好其实也是有一定作用在的，就可能有这种感觉哈。我们再接着看一下信息哈 ，OK， 又是一个宝剑骑士，愚者，然后宝剑2和战车。OK， 这个信息其实我觉得很明确了，就是因为这两张牌它列在一起都是宝剑骑士，所以很明白的我能感到这个人他可能有一点冲动，然后有一些就是直来直往，然后做事情呢非常的不考虑后果，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人，他可能能够帮你打破你现在做事情的一些方式，你可能受这个人影响哈，你也会变得得到一些他身上的这种能量，能够帮助到你一些东西。那另外呢，这个人其实他非常的天真且可爱，他有很多想法。其实这些想法在别人看来可能并不是那么的可行，或者说这些想法在别人看来并不是那么的有道理，但是他呢就是会一条道走到黑，包括你看愚者前面有一个悬崖，他还是会往前走，然后宝剑2这里他蒙着眼睛还是会去挥剑，所以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包括战车也有一种非常风火向前冲的这种能量，所以这个人，我觉得与其说他是你的贵人，倒不如说他是把你从你现在的这种，因为你们自己本身的能量，我能感到非常强的，就是跟海洋相关的能量，不管是 starfish 还是这边我们讲的隐忍，它都是一种藏在水面下的一种能量。所以，你们现在这种能量憋得越久，其实对你们来说并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那这张牌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宝剑嘛，然后又带你划船离开这片深海，所以我觉得他意向也是蛮明确的，就是说这个宝剑骑士他会带着你划船离开你们现在正在经历的这个让你们不断要去隐忍，让你们不断要去妥协的这片海洋，让你从这个过程当中得到这种战车的能量，或者得到这种就是有一点点愚蠢，有一点点傻，因为你们其实很聪明。你们就像我刚才讲的，你们用逻辑去思维很多事情，但是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从这个人身上你能看到一些他原来即便遇到一些这么大的困难，他只要就是勇往直前的往前走，他就能实现，就是他没有想那么多，但是事情在他周围又运作得非常好，所以你会在这个事情上面得到一些启发，它会帮助你说走到这个过程当中。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世界这张牌上得到的能量是一种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能量的这种融合，那就是说这个贵人他给你带来的能量是你最需要的能量，那你从他身上学到一些东西之后，可能能够帮助你解决到你现在生命当中面临的一些问题。这组朋友们呢，我觉得你们其实更多的面临的问题像是你甚至我觉得其实从这张牌上也能看出来，你们这一组朋友们其实跟他们就是这个贵人跟你们之间可能更多的像是这种事业上的合作伙伴，你们可能可以在这个事业上面得到更多的成功，因为你们两个这种能量的配合。所以但是事实上它改变的
改变你事业或者给你事业上面带来的这种成功，其实只是他给你带来的贵人的这种帮助的非常小的一部分，因为真正他帮助到你们的是我们讲的这些可能情绪上面的呀，可能你们对于自己的认知上面的这种改变，所以这个部分可能才是最重要的。那这一组的朋友们呢，也是要在这个方面，我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方面更多的注意一下吧。反正就是因为这个人其实能量也很明确，对吧？就是一个你知道，我觉得可能比如像射手座呀，或者像火象星座的人呢，可能会比较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对，可能会是你们接下来的贵人哈，所以大家可以更多的关注一下这样的人。OK，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给第3组朋友们的解读啦。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给我点赞订阅，也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不错过我们每一次的更新。那同时呢，我最后也要跟大家讲一下，就因为这是一个大众占卜，所以它的那个信息呢，并不是能够准确的对应到每一个人身上的。所以如果大家需要更准确的私占的话呢，可以在这条影片的最下面这个描述栏里面找到我的邮箱，大家可以发邮箱给我，然后我呢会通过邮箱帮助大家去做一些个占的服务。那如果大家懒的话呢，也可以在那个留言区直接告诉我，我们也会联系到大家，帮助大家去进行这种个占的服务。OK， 那我们的个占的方式呢，会用邮件，然后用文字跟录好的视频这样影片发给大家，所以不是用这种连线的方式哦。那如果大家可以接受这种方式的话呢，就我会非常乐意帮助大家，大家也可以随时留言告诉我说我要私占，那我就会再去跟进大家了。OK， 那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第3组的朋友们，你们将会遇到一个贵人，这个贵人呢将会帮助你们摆脱现在你们这种非常隐忍的状态，让你们能够更勇敢的去表达出自己的想法，表达出自己的状态。OK， 你们两个的能量呢是相反的，同时呢，它也可以因为你们两个的配合，你们也可以创造出来一些财富跟事业上的成功。那就是这样，好吧？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第3组的朋友们啦，谢谢大家的收看，我是 Ash the Witch，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OK， 第4组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帮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你们接下来在生命当中将会遇到一个什么样的贵人呢？这个贵人会在什么样的方向或者方面帮助到我们？那大家抽到的卡呢是这个。OK， Lepidolite， 然后它的信息呢是 Recall your dreams， OK， 想起你的梦想 ，OK， 不忘初心吧，大家可以这样子来理解哈。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的神谕卡的部分哈。那神谕卡首先呢，花语卡我们得到的是彼岸花，然后信息呢是一个悲伤的过去，然后放弃自己，还有一个热情。OK， 所以它其实我们说彼岸花，其实它在日本的文化当中，或者其实中国的文化当中也有啦，就是可能比较面向像就是死后的世界啊，或者什么的。所以可能我觉得有一个巨大的变化的能量，但是我到现在呢还没有非常明确的得到这个信息。我们先看一下别的牌面能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哈。Growth 成长 ，OK， 一个蕨类植物 Fern，OK， growth 哈。那这个部分我现在得到的信息可能更多的也是说你们要经历一些风雨，可能才能成长起来。所以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这个贵人能帮助到你们的部分也是自己的成长方面的哈。然后我们看一下这里他说的呢是 loneliness。OK， 那这个信息可能就能跟我们的彼岸花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对应了。我们看一下它上面写的内容哈。When you stop fearing your loneliness, you stop settling for less than you deserve. May I embrace and love my solitude, and that's when kindred spirits can finally come. OK， 所以它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也是说需要你去享受自己的孤独，你有时候可能没有必要需要想那么多，就是比如说，哎，我孤独，我寂寞，我好惨。其实孤独跟寂寞也是可以让你能够感知到自己灵魂存在的一个地方。那这个牌为什么我觉得它跟彼岸花有一个很明确的对应呢？就是因为大家知道彼岸花，我们说它是开在忘川旁边的嘛，它是属于这种开在冥河死亡之后的这个河道旁边的这种花，那所以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它虽然很孤独，开在这种没有人的世界里面，而且彼岸花永远是孤独的，因为它是属于这种它开花的时候是没有叶子的，有叶子的时候是不会开花的。所以它虽然孤独，但是它却是每一个人灵魂成长路上所必经的一个东西，而只有在那个情境下，你只有在死后的世界，你才能真的完完全全的跟你的灵魂取得一个非常好的沟通跟链接，你才能发现他们的存在。所以其实这个是我们探索自己深层欲望跟需求的一个很重要的时间，就是
感受这个寂寞跟孤独，其实并不是一件坏事。我们看一下动物的卡牌，它说的是 Ladybird， 然后它的信息呢是 Luck。OK，All of your manifesting positive thoughts and visualizations have been heard。所以你们可能觉得孤独，你们可能觉得被抛弃，或者你们可能觉得很多人他都没有在回应你，但事实上这个牌面是在告诉你说，你们现在需要的东西，你们想要的东西，其实上帝或者宇宙他都有听到，他都尝试在回应给你。关键是你们会不会有没有这个勇气去先经历过他在回应你过程当中的这个，就是你比如说你给一个人发信号，他可能要收到这个信号还需要一定时间，然后才能再回来嘛。所以可能在这个回复的过程当中的这一段寂寞，你们是不是能够忍得了？可能更多的是关于这部分的信息。那我们来看一下你的贵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能在什么程度上面帮助到你们。首先呢，我们得到的是国王，然后呢是权杖骑士，权杖国王，圣杯一。哇，都是非常有力且大的牌。这个我们先看完所有的塔罗牌再来说哈。命运之轮 ，OK， 又是权杖骑士，他们两个又聚在一起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明确的能量在这边哈。然后星币3和宝剑9 ，OK， 首先呢，你们这组朋友选择第3组的朋友们，我觉得你们在情绪上面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你们不是这种情绪不稳定的人，你们其实还蛮有自信的。可是问题是，当你们遇到一些挫折，或者当你们遇到一些障碍的时候，你们其实或者遇到一些东西走的不是非常顺的时候，你们可能会经历一些情绪上面的起伏跟波动。怎么说呢？尤其这里他说 recall your dreams， 然后再加上命运之轮，所以我感觉你们会在什么时候遇到这个贵人啊？大多数情况下可能是你们在失去了自己的梦想，发现自己的梦想原来实现起来要这么困难，然后我为什么试了这么多次它都不成功的时候，在这种比较低潮的时期你会遇到这个人。那这个人他会是什么呢？他会是一个风风火火的，非常有热情，然后非常激昂的一个人，他会就是这样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比如说我们说白羊座，或者比如说像射手座这样的人，他会给你的生命带来一束光，带来一些希望，让你觉得说原来这个世界上面还有这么有精神的人，他愿意去奋斗下去的。其实刚刚开始掀开这张就是国王牌的时候，我个人觉得你们这组朋友们，其实你们的贵人更多的像是你们自己，就其实你们得在心中找到那个有更多的就是自己能量里面这种就是愿意勇于向前，愿意勇于向前冲，不怕艰难险阻的这种精神。因为很明显你们接下来可能会面临一个就是在梦想上面的迷失，或者说这个梦想实操过程当中可能会经历到一些困难。那包括这里就是一个在努力工作，可是感觉你们得不到回应的一种感觉，或者说太多细小的事情让你们觉得好像理想上面的丧失嘛，对吧？就是实际操作跟你们实际想要成为的人或者实际想要做到的事情中间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落差的这种感觉，可能会是你们在现在要经历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或者接下来一段时间可能要经历的一个比较大的波折。那这个也是一样，为什么会有命运之轮？它也在告诉我们说它是一个循环，对吧？它是一个循环，所以它有的时候高，有的时候低，过了低的地方一定会再来高的部分。所以这里呢，我觉得你们可能真的是自己，我觉得是自己，我觉得这个能量是你们自己，所以你们自己心里面其实是有这个部分的。我觉得你们自己本身可能就是比如说白羊座，可能说射手座这种，因为其实从白羊座跟射手座这两个能量上面来看，他们其实本来就不是这种非常能够一直坚持一件事情，就是一直坚持努力的去在一件事情上面做下去的这个状态。比如遇到一些困难呐，或者比如如果你的那个相位星座的相位星盘相位不是很好的，可能遇到一些事情你们就会放弃。那确实有这样的倾向，只不过呢我们要说的就是你们这一组朋友们，其实你们心里面所存在的这个自己其实有很强的这种向前冲勇往直前的能量的，所以要活用这个能量，这个部分当中的就是这个勇往直前的这个部分的你们自己才是你们自己的贵人。所以其实我觉得你们并没有所谓的这种就是靠他人啊或者怎么样，你们就是靠你们自己 OK。 所以
没有什么，这个是好事哦，就证明你们其实不需要去依托于别人来帮助你们走出一些困难，而你们自己就具备这样的能力。只不过呢，可能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现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当中，你们可能会遇到一个迷失的状况。那在这个迷失状况，在处理这个迷失的状况的过程当中，你们会慢慢的意识到说，哦，原来我自己就是我自己的贵人。那这样子的话，一切事情就好办了。所以你们会发现这件事情，那发现这件事情对于你们来说，对于你们今后的成长来说，其实也至关重要，有非常强的火星的能量。我觉得真的白羊座是一个还蛮明确的信息在这里，还有天蝎座 ，OK， 因为有彼岸花有一个死去跟复活的过程，所以差不多就是这么的一个信息。那这个呢，是我今天给到第4组的朋友们，关于你们今后将会遇到什么样的贵人，这个贵人又会在什么样的方面帮助到我们的一些信息哈。那谢谢大家的收看，然后呢也别忘了给我点赞订阅，那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不错过我们每次的更新。那最后呢，我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这个是大众占卜，所以它很多信息呢并不是非常能够准确的对应到每一个人身上。那如果你需要更精准的信息呢，我也给大家提供一些私占的服务，大家可以在我们影片的描述栏当中呢找到我的邮箱，然后发邮件给我，我就可以接受大家的私占了。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些就比如说有些朋友他不想去发邮件，那你也可以在这条影片下面的评论栏里面直接留信息说我要私占，我们就会联系到你。OK， 那请大家注意一下，我们的私占呢会用邮箱，然后我会发文本或者是录好的视频的这样的形式，然后给到大家，让大家去听。所以我们不会用这种在线的直接对话的这种直播的连线方式来给大家进行占卜。如果大家可以接受这样的信息、这样的这个形式的话呢，我非常乐意帮助大家。那我们的私占呢也可以接受中文、英文跟日语3种不同的语言，所以大家如果有比较更擅长的语言的话呢，也欢迎大家点名说我就是要用这个语言，然后来接受我们的私占。 OK，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第4组的朋友们啦，你们在接下来的生命当中呢将会遇到一个自己梦想的丧失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是循环的 OK， 它一定会好起来。但是怎么样这个事情好起来，就是你要认知到你们自己就是你们自己的贵人 OK， 你们不需要别人的帮助，你们要找到心里面那个勇往直前不畏艰难的自己去克服这些困难。你们是很幸运的，宇宙呢听到你们想要的所有东西呢，它也正在实现的途中，你们只需要坚持过现在的这一段时间就好了 OK，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第4组朋友们的解读啦，谢谢大家的收看，我是 Ash the Witch，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